男嘉宾安先生40岁，来自江苏，公司经理；女嘉宾李女士35岁，来自江苏，自由职业。来，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啊。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呀？我们俩情况比较特殊，我们俩是重组家庭我有一个孩子，男孩11岁，然后我夫人有一个女孩10岁，我们俩结婚有1年多，快2年了，感情一直都挺不错的，是2个孩子分别有我们各自的父母在带着，然后我们平时就两边跑，然后这1年多以来呢，我就感觉吧，就是好像2个家庭没有融合在一起一样，然后嘛又想着我们毕竟岁数还不算太大，就想再要一个孩子希望这个孩子能成为2个家庭的融合剂，他就不太想要。2个孩子就各自的孩子都不在你们身边，我们都是双方的老人带得多，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俩就是两边孩子两边这样跑。那是辅导学习嘛，就是你去辅导你儿子的功课，你去辅导你闺女的功课。对，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2个孩子会聚在一块儿。那2个孩子的关系好吗？因为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嘛，就是玩起来不会像比如说2个男孩或者2个女孩那么融洽然后现在孩子都比较独立也比较从小比较宠就是个性也比较强，偶尔会有一些小矛盾，但是基本上来说还好。4个老人有没有坐在一起啊？这就是我感觉最主要的问题了，就是我们俩结婚快2年了吧，4位老人至今只见过1次，就是在婚礼上见过1次，后面没有任何来往，所以我觉得就很尴尬。不是，那为什么不来往吗？一个是住的距离比较远嘛，还有一个就是各自忙孩子，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往。你们去各自的家里面给自己的孩子温习功课，然后再回到你们现在的你们2个的那个小家，大概晚上路程乱七八糟的时间是一个怎么安排？比如说下班以后你们就去了，可能什么时候能回到家里？到晚上10点左右吧，9、10点钟嘛。那实际上面你们俩等于没有太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想过，但是要爸爸妈妈带呢？我提出来过，但是我丈母娘就外婆不舍得孙女儿。这个孙女儿这是她一手带大的，其实她从小也没怎么带过孩子这是实话，就是基本上是我丈母娘一手带大的，她不舍得。然后呢，她又觉得我到底不是她亲生父亲，总觉得带个女孩不太方便所以我提过好几次，我说把女儿带给我们带，你们不要那么辛苦，而且他们也辅导不了作业。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嘛，如果你说住一起，再过2年2个孩子青春期了，我觉得不是亲兄妹，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方便吧。行，好，咱们就把这些因素做家长都考虑到了那就第2条路嘛，一个一个突破嘛，堡垒得一个一个突破嘛。女儿是因为继父的这种关系觉得不太方便。儿子为什么不接过来跟你们住呢？儿子的话是因为一个呢，我们住的离他学校比较远一点跟我前妻住的离孩子学校比较近，放学以后孩子都会回去，然后玩一会儿再接回来这样。等于孩子要先回他妈妈那个家里面，然后再回到爷爷奶奶那儿。对，是这意思吧？然后呢，我跟我前妻关系也不好，所以基本不来往，所以如果都是我父亲在中间就是帮着接送送过去然后呢就是再有就是这个他呢平时在家基本上不怎么做事情，我平时要上班，然后要照顾小孩，然后呢他的这个衣食住行基本上也要我来照顾，就是我把儿子再放过来我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这么多事情。反倒会影响我们俩。那为什么他闺女来了你就能忙过来，你儿子来你就忙不过来了呢？不是他闺女来了嘛，就是做饭其他一些洗衣服家务我能做，但是女孩其他的一些个人卫生问题什么的，我就不能插手，都是他就肯定要做。我插一下，因为其实儿子的状况跟那个一样，因为爷爷奶奶他也其实对我也会有一些不放心吧，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后妈一定会虐待那个继子什么的，我估计也不放心，因为老2口确实就这一个孙子嘛，也非常的宝贝嘛。所以就是也愿意自己带着。所以其实在你们的心里都有千条和万条的理由，这俩孩子和你们是不能在一起生活的，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周末或者出来玩可以，但是情况来看，对，可能在一起生活的
不大现实，不大可能性不大。不是，那你再要一宝宝，他怎么就成为粘合剂了呢？所以这个逻辑我就没弄通啊。就哪怕想着再长远一点吧，等我们老了，这2个孩子如果以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感情上疏远了以后，如果再有个弟弟或者妹妹的话，他就可以成为他们俩中间的一个纽带了。哦，他是这么想的，他是希望有一个他们俩血缘的孩子，把那一男一女给连接起来。你是想用这种血缘的关系让他们有这样？可是他们不在一起生活也是没感情啊。那至少逢年过节可以一起来看看我们吧。你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都有吧，但最主要的还是我觉得我们俩感情好，就应该有个孩子啊。我跟他把这个事情说多了以后吧，他就开始就认为我好像是为了生小孩才跟他结婚的，就是已经质疑感情的问题了。那我觉得如果再继续在这个问题继续纠结下去啊，可能婚姻会出更大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到现场来听听各位的意见。所以你现在就觉得他老絮叨这点事儿，你已经受不了了，是吧？对啊，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要一个吧，已经2个小孩了。你是觉得再要一个孩子，你们的婚姻会更稳定，还是说再要一个孩子会对你们未来30年的生活，就30年以后的生活，婚姻会更稳定？那现在婚姻怎么就不稳定了呢？对啊，因为我从来不觉得孩子是稳定一段婚姻的那个。性格上的问题了，他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嘛。你给我举个例子，他在什么时候会发脾气？就比如吧，就是前一阵子那个他和丈母娘带女儿去参加一个少儿活动，然后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我说我送你们去吧，然后我就在那等你们，你们结束了我再接你们回来。然后呢，他结束以后打个电话给我，我就在附近嘛，我就赶紧把车开过去接他。大概路上因为周末嘛，又是晚上高峰期，堵了一会儿，大概不到10分钟吧，他就在路边上等了我有10分钟左右，然后上了车就开始发脾气。说为什么你没有停在我站的地方等我，让我等那么长时间，让我在底下吃灰。我心想这不是很正常的吗？10分钟不到，你就是打个滴滴，人家等个几分钟，你还得给人5星好评不是？对吧？所以就这一类的事情特别多。我就想如果总是这样发脾气，我能包容他，但是我万一哪天就是也跟他发了脾气呢？时间长了，夫妻感情不好了，如果有个孩子的话，这些小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淡一点。整个婚姻结构也更稳定一些了。我方便问一下，你们上一段婚姻为什么没有走到底的原因吗？我的话是，我觉得是我的原因更多一些，因为那时候自己比较年轻，首先对婚姻是什么和家庭是什么不是特别的理解，就好像就是稀里糊涂的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又觉得就是因为脾气不好啊，就是一吵架那就不过了，就这样，我觉得我的原因会多一些。您呢？我是因为其实差不多吧，一方面工作很忙，然后当时在拼事业嘛，然后呢这个也是疏于管理了，时间长了以后实在就是过不下去了，两人几乎没话说，就离婚了。所以对这段还你愿意珍惜对吧？对，我觉得也愿意珍惜，很来之不易嘛。如果特别又是带着小孩的再婚家庭能彼此看对眼走到一起，本身就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经常自己坐下来谈到这个我们的婚姻嘛，都是很珍惜的，就不希望再走错一次嘛。那也没必要就为这要一孩子是吧？你是觉得这孩子特重要吗？没有他不行吗？我觉得这孩子对这个婚姻是个很重要的保险嘛。你要给婚姻买个保险，对，这个保险的名字叫孩子险，是吧？你觉得有必要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我觉得如果孩子能做保险的话，那我们俩首先上一段婚姻就一定很保险了。那全世界人民的只要有孩子的婚姻都非常保险了，明白吧？所以现在的冲突变成了，到底是因为没有纽带而让婚姻拧巴，还是说婚姻本身有一些没有磨合好的东西？该怎么磨合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周秋老师。我觉得就是情侣或者夫妻之间的这种争执冲突有好多种，有那种狂风暴雨式的，还有像他们这样的和风细雨式的。我其实听了以后，我觉得两边都有道理。站在男方那边，我且不论是不是说因为现状他觉得孩子是连接你们婚姻稳定的一个纽带，我觉得到了他这个年龄40岁的男人，他可能非常非常希望有一个小生命来到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他重新看着这个小生命慢慢长大，他像呵护一朵小花一样捧着它，似乎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
那女生呢？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从你内心深处，你是拒绝再要一个孩子，因为要一个孩子，我们知道，除了生育的过程，其实养育的过程是最艰辛的。你要看着他长大，你会有很多喜悦，但是做母亲的会比父亲焦虑得多。我理解这位女生她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女性一定比男性要费更多的心力心血，甚至我觉得会搭上很多自己的所有时间吧。就是你可能本来可以在这个时候女儿大了，你可以又重新回到自己享受生活的那个阶段。那现在如果有一个新的孩子，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他焦虑的。我其实没有很好的建议，身体走在一起，而在精神、灵魂、感情上，都还在自己，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女人依然是任性，依然是自我，而男人和他的前妻目前的关系依然那么糟糕。按道理来说，离了就是放下，彼此不说是陌生人，至少是孩子的爹妈，关系不应该再这么僵着。但你依然跟你的前妻是僵着的，所以你们过去的婚姻的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不光是给你们和前任之间造成了一些心理纠结，给孩子肯定内心也是一种心理负担，所以他们不愿意到你们家庭当中来，所以你们俩上任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一次在一起结合的基础也不够牢固，你们还要什么孩子呢？如果生下一个孩子来，那只能是徒增痛苦，会让孩子遭罪。其实我特别建议你们俩回去问问彼此的家庭，或者问问彼此孩子的意见。你们想要弟弟妹妹吗？你们觉得有了一个弟弟妹妹对你们的关系会有改善吗？所以这所有的问题都是问题，又何必拿一个孩子去掩盖或者是挽救你们彼此？先把自己的事儿解决好了，别让孩子来到这个人世间再多一个遭罪的人，好吗？好，谢谢涂老师。周老师是从一个40多岁的一个过来人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很理解，就他希望生活是美的，他从美的角度；其他的老师是从生活的现实和残酷性的角度，各自给你们意见了。没有意见，其实就是要正视。现实生活，如果我们一个人不能正视自己面临的困难、困境，老是躲避，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你到最后，你只能跑嘛，逃跑就变成了唯一的可能性。生孩子生不生？不生，吵到最后，我们俩感情挺好的，就因为他不想跟我生一个孩子。你看，我们俩后来又这样了。他心里想，我们俩感情挺好的，就因为我不给他生一个孩子，他这样了。最后杀死婚姻的又变成那个没出生的孩子。所以，调整婚姻吧。面对这件事情好不好？千万别再拿其他的东西说事儿和说话了。咱出了问题，咱就在这儿解决。解决问题的方式，老师们给了好多。你们先把自己的婚姻调整清楚吧。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那个老婆，我承认从一开始我想要一个孩子，就是想给婚姻再上一份保险。听了老师们的这么多话，我也知道我们的婚姻作为一个重组家庭的婚姻，确实问题很多。我们这情侣不一样，普通的情侣是我们感情调顺了，我们带着这样的感情和思路，我们回到生活里，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他们真是要决定和放弃一些东西，要不然回去是没有改变的。等于来咱们这儿之后，哈，鲜花一撒，回去还那么过，你们看着不也焦虑吗？是吧？男生和女生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他们自己的努力吗？请开门。你是不生了啊？不生了。啊？不生了。是不生了啊？不生了。你是给生是吧？对呀。行，这事儿挺好的。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啊，厉害了！谢谢你。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婆，我们一回去我就和丈母娘谈，把孩子接回来，我们自己带，不管多辛苦多累，我都可以。你只要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微笑地看着我们一路前行就可以了。我爱你，老婆。我也爱你，老公。